麦克风带你玩电影，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看完电影就爱 PP 的贤酱。小伙伴们都知道，香港人酷爱赛车，这项能够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超酷机械运动，也是香港娱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香港电影人也创作过不少以赛车为主题的电影，其中更不乏被影迷奉为经典的佳作。虽然电影中那些惊险刺激的飙车场面让人血脉喷张，但是真正让小伙伴们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极具传奇色彩、帅到掉渣的赛车手。今天玄酱就带小伙伴们来回顾那些经典港片中帅到掉渣的赛车男神。嘿嘿，稍等，等我先收一收我那3尺长的口水，咱们继续讲。难道你想像我一样做一辈子的地盘工人？我没说过要做地盘工人。我就是要你有出息，才让你去跟你妈住啊。那你可以叫妈咪回来跟我们一起住啊。赛车男神之阿郎出自影片《阿郎的故事》，扮演者周润发。本片由杜琪峰导演，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周润发饰演的赛车手阿郎，曾经那叫一个放荡不羁。张艾嘉饰演他的女友波波，因为无法忍受阿郎这么花心，在为他生下孩子之后就离开了香港。阿郎也因为非法赛车而被捕入狱。出狱之后的阿郎决定痛改前非，将儿子抚养长大。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只能够在工地出卖肉体，出卖体力谋生。父子俩虽然有些颓废，但是日子也过得还算踏实平静。怎么老张又穿上了？你那么多天没洗衣服，哪有的换呢？但是波波的再次出现，却将他们平静的生活打破。身为白领精英的波波与孩子相认之后，因为双方的身份和经济实力的差距，让阿郎渐渐意识到，儿子的成长可不是每天吃饱饭就行，还需要在情感和物质方面为之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于是他答应让儿子跟波波前往美国生活，但是最终父子两人情深情切，难以分离。我在这里。老爸，不要离开我啊！老爸不会的，老爸舍不得你。这次不管输还是赢，我一定带你去美国看你妈咪。那么阿郎作为一个父亲，就必须承担起比以前更多的责任。无论是向婆婆证明自己已经不再颓废啦，可以做一个好父亲，还是证明自己已经有经济能力，可以让儿子过得更好，又或者只是单纯的想买2张机票，带儿子去美国看妈妈。他为了实现这一切，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不顾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重返赛场赢下比赛。可惜天意弄人，阿郎最终倒在了摩托车爆炸的火光之中，再也没有能够睁开眼睛。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最后的尊严，真真正正的给儿子做了一次好的榜样。只是阿郎的这种自我救赎的方式，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但他那种直面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勇气，却鼓舞着每一个为之落泪的观众。帅这个字儿可不仅仅是外表，当阿郎重新勇敢面对自己时，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勇气，才是一个男人最高光、最帅的时刻。赛车男神之华帝，出自影片《天若有情》，扮演者刘德华。本片是陈木胜导演的处女作，因为对赛车情有独钟，他将自己年少时飙车的经历还有他的那些见闻融入到了剧本故事当中，所以影片所塑造的角色形象较为饱满，剧情也是非常的有感染力。刘德华饰演的华帝是一个车技了得的小混混，不过陈木胜并未在片中过多渲染让人热血澎湃的赛车场面，而是着力描绘了华帝与吴倩莲饰演的富家女啾啾之间矛盾复杂而又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我没有报警，是因为警察捡了我的手提袋，所以才找到我的。帅哥香车加美女，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标准套路的青春片故事，但是华帝并未成为赛车英雄抱得美人归，而是为了替老大报仇，舍弃了心爱的女人，最终惨死街头。浪漫
漫的爱情始终抵不过现实的残酷，社会身份的差距也注定了两人之间的爱情最终将以悲剧收场。阿成，小姐，放开我！姐，站住！队长，走！小姐，你用不着瞪我，是他妈告你的，带走。爱上一个人嘛，可以很简单，但是却并不轻松。华帝他做不了回头的浪子，九九也成为不了受宠的公主。他们有错吗？没有，错就错在他们本就不应该出现在对方的世界当中，却偏偏在对方的世界中刻上了最深的烙印。但恰好也是这种宿命式的悲剧爱情故事最能够感动观众。就算两人已经预知结局，就算剧情再重置10000次，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走入对方的世界，谈上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至少嘛，他们曾经青春无悔。影片末尾，华帝载着九九在街道狂奔，洁白的婚纱被鲜血染红的一幕，无疑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经典片段之一，也被后来的无数电影人争相致敬和模仿。而华帝戴着摩托头盔、身着黑 T 恤、牛仔裤的形象，更是不知道俘获了多少少女的芳心啊！赛车男神之阿富，出自影片《天若有情2之天长地久》，扮演者郭富城。在《天若有情》大获成功之后，陈木胜想趁热打铁，拍摄了续集《天长地久》。男主角由4大天王中同样具有超高人气的郭富城担任。相比前作，本片虽然加入了大量的赛车元素，但是对赛车场面的处理过于简单，缺乏视觉冲击力，并且显得有些平淡无味。而剧情和人物设定与前作太过雷同，刘德华饰演的华帝早就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的心。即使陈木胜善于挖掘演员的个人魅力，但是演技还未开窍的郭天王所饰演的赛车手阿富，始终没有能够摆脱华帝的影子。加之影片的人物、剧情和赛车元素并没有能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天若有情2》就遗憾地沦为了跟风的平庸之作。不过，虽然本片未能延续前作的经典，但这并不影响阿富成为一众影迷心中的赛车男神。嘿嘿，没错，就是这么的真香。赛车男神之阿祖出自影片《烈火战车》，扮演者嘛还是刘德华。本片由尔冬升导演，继《天若有情》之后，刘德华再度扮演了一位赛车手。本片注重剧情，同时对于赛车场面的处理做得认真细致。更难得的是，刘德华在尔冬升的调教之下，甩掉了当年风靡万千少女的华帝浪子赛车手的形象。逛街啊？没有，最近忙得很，待会儿还约了人开会啊。你呢？压马路啊？偷懒？不是，我也约了人了。抛开商业外壳，本片其实很有温度。影片借阿祖在赛车时的各种经历，讲述了一个男人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思考。阿姨，我以后不赛车了，不过我明天一定要赢他。你不可以现在走。原来我离开你会影响你的心情，真是不好意思。跟以往的赛车电影相比，本片的剧情就比较反套路。阿祖曾经是万人仰慕的车神，因为一次赛车意外受伤后开始惧怕赛车，打算用心经营好自己修车行，平静地过日子。钱嘉乐饰演的好友嘉乐为了维护他的名誉，与吴大伟饰演的大伟斗气飙车，不幸丧命。为了朋友，阿祖不顾父亲和女友的劝阻，毅然决定重回赛道。我准备好了。有这个必要吗？怕吗？怕就认输。你说什么时候？礼拜天。
剧情推进具备了所有要爆发的要素，观众以为阿祖即将上演英雄归来的时候，他却在与大伟的比赛途中决定放弃赛车生涯。老了没有回忆没关系，有一大堆后悔那就惨了。他虽然没有能够骑着赛车赢得比赛，但却骑着赛车及时挽回了对他心灰意冷的女友的心。男人的成熟是能够承担起你所肩负的更多责任，而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去换取那些无谓的名利。你可以幻想成为英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需要明白什么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本片虽然有不少的说教成分，但是在讲述阿祖蜕变过程当中，剧情过渡非常的自然流畅，是一部值得用心去感受的佳片。虽然阿祖没有华帝那样轰轰烈烈的故事，但是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所展现出来的魅力才是最吸引人的。过一阵子你就会觉得我烦，你会恨我不让你赛车。我不会的，我就是喜欢你不让我赛车，我就是喜欢你烦我。你会来烦我是因为我不对。赛车男神之 Sky 出自影片《极速传说》，扮演者郑伊健。本片由刘伟强导演，片中郑伊健饰演的赛车手 Sky 更像是《古惑仔》中陈浩南这一角色的延续。他的打扮非常的入时，车技又非常的精湛，备受街头年轻人的敬仰。不过与陈浩南相比， Sky 的行事作风更加张扬。他因为自傲自负而低估了对手，间接害死了女友跟好友。你一定要出来！一蹶不振的他远赴泰国，在异乡逐渐领悟出人生的智慧与赛车的奥义。回到香港之后，他不仅通过比赛为女友和好友复仇，也将丢失的尊严重新拾起。影片结尾，他一骑绝尘，将任达华饰演的仇人邓峰远远地甩在身后，这也完成了内心的蜕变和自我的超越。本片属于比较纯粹的商业电影，没有太多的内涵跟营养，不过也为刘伟强之后制作《头文字 D》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片中除了很炫彩的赛车场面之外，陈光荣为影片打造的配乐也是一大亮点，当然少不了养眼的帅哥美女。既然盘点到了帅到掉渣的赛车男神，又怎么能够少了郑伊健饰演的 Sky 呢？赛车男神之藤原拓海出自影片《头文字 D》，扮演者周杰伦。本片由刘伟强导演，是当年最受年轻观众喜爱的一部赛车电影。有了之前《极速传说》的拍摄经验，刘伟强在处理本片的赛车画面时，也是更加的游刃有余啦。本片也是少有的赛车题材爆款电影。你要是问我这爆到了什么程度，我要跟你讲，电影上映后不但火了片中的一众角色，也火了 A186、GTR2 等等赛车。陈光荣为本片创作的配乐也一直被影迷奉为经典。当然啦，还有那条名字屌炸天的赛道秋名山。无论是周杰伦饰演的主角藤原拓海，还是陈冠希饰演的高桥良介，余文乐饰演的钟离义，陈小春饰演的须藤京一，黄秋生饰演的拓海老爸藤原文太，个个帅气有型，个性十足，让人印象深刻。那时候的周杰伦演技虽然有些木讷跟青涩，但恰好被刘伟强将其弱势变成了优势，反而成就了拓海那种单纯中带着些高冷的酷，对名利淡然的赛车高手形象。嫌我86慢，别出声，用实力说话。咱藤原拓海就是这么帅到掉渣。小子，要不要把头位让给你？不用麻烦了，请你待会开快一点，我还有事情赶着要去做。不用教我，我一定赢他。那我呢？一样赢你。上去！
就是那部车。那车是我的。什么你我？快报警！而且马子也是我的，那儿子你的。赛车男神真阿火出自影片《霹雳火》，扮演者成龙。虽然在成龙电影里，观众早已习惯了飙车或者赛车的场面，不过从未像《霹雳火》这样专业系统的去描述过职业赛车。成龙饰演的阿火不仅对汽车性能非常了解，驾驶技术也是非常了得。因为一次意外惹上了一群国际犯罪团伙，不但被人家拆了家，最疼爱的2个妹妹呀也被绑架。我要跟你赛车，相信你会答应。犯罪首脑因为赏识阿火车技，要挟阿火在日本仙台国际赛车大赛上与其一决高下。接下来发生的剧情不用多说，自然是成龙式英雄主义闪亮登场，各种逆天开挂，最终大团圆结局。本片的剧本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烂，动作场面在众多成龙电影中也是非常的一般。不过胜在那些精彩刺激的赛车场面，片中出现的名车不计其数，让我眼花缭乱。特别是那些车辆撞毁的镜头，更是让我觉得看着我都心疼。这种排场在那个年代的香港电影中，除了成龙，也没谁敢这么败家了。论颜值，片中的阿火跟之前提到的那些男神可能没得比，但是要说到气质，没人能够比阿火更 man。一言不合就开干，一个打几十个；一言不合就飙车，炫酷倒车飘逸过线，护得了家人，赢得了赛车，还能够抓得了罪犯，更是惹得一众妹子倒贴。有的嘛大方赠车，有的赛道示爱，就算安静的只想做个练车的美男子，也搞得袁咏仪在一旁犯花痴。帅不帅，掉不掉渣，自己慢慢感受吧。当一个男人专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是帅呆了。那你看看我专心吃饭的时候也很帅，呆得跟猪一样。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发现选项说错或者说漏了什么重要知识点，欢迎小伙伴们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就赶紧来一波评论、点赞、收藏跟转发吧。选项还有更多精彩盘点等着与大家分享哦。